张毅把狙击枪架在了窗台上，对准了人群中一个高大的身影，扣动了扳机。砰！轰鸣声在小区回荡，那个11楼的楼长瞬间脑洞大开，红白之物飞溅在雪地上，下面想要偷袭的人同样懵在了原地。砰！第二枪继续响起，又是一颗头颅被贯穿。这个时候，惊呆的众人才反应过来，连忙拼了命的逃跑，或者直接匍匐在雪地里。张毅冰冷的眼眸像是死神一般，继续无情的开始收割生命。出于戏谑的心理，他这一回反而是不打那些拼命往回跑的人，而是对准了趴在地上的家伙们。伏地魔，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？那我偏偏专杀你们！大枪的声音在整个小区回荡，趴在地上的人一个抽搐，脑袋就炸开了。而谈判室里5个楼长也被这一幕深深的震撼到，亲眼看到张毅开枪杀人，他们才明白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可怕。就在张毅提出了2个条件后，王强和黄天放因为烟瘾，恨不得立刻答应张毅的条件，只为了每天能够搞到1包烟来抽。陈林玉此时因为尿裤子的缘故，大部分注意力都在2腿中间，也分不出多余的精力。李健只好硬着头皮说道：“这个条件的确有些苛刻了，我们也不能擅自做决定，否则其他单元楼也不能同意。”张玉年一直抱着胳膊，他属于那种脑子并非很好使的人，在他的观念里，只要张毅能够提供食物，无论多少，反正他作为5楼的老大，肯定饿不着。但是人家都说话了，他也跟着装模作样的说道：“对啊，这件事情可不能轻易的决定，我看我们还是得再商量商量。”张毅的脸色忽然一变，声音也变得冷了下来：“再商量商量？你们是在耍我吗？如果你们5个人无法替整个小区做决定，你们为什么要自称代表跟我来谈判？”门外的尤大叔等人握紧了手中的武器，靠近门口，一脸的冰冷严肃。王强几个人心里面咯噔一声，现在张毅想杀他们简直太简单了，毕竟人家手里可是有枪的，而他们什么都没带。王强赶忙伸手阻止张毅：“你别急，谁说我们做不了主的？”他狠狠瞪了一眼李健和张玉年，说道：“这事情不是说好了吗？咱们5个人来做决定，其他楼的人还敢不听不成？要我说，张毅提的这个条件还是可以接受的。20岁出头的王强哪有多少社会经验？他犯了谈判当中的大忌，就是先暴露自己的底牌，而且急于表达自己的态度。不过也没办法，说是一栋楼的楼长，可他毕竟只是个爱逞凶斗狠的街溜子。李健和陈林玉看到王强的表现，恨不得把他给打死，但是话已经说出来了，也没有办法收回去。不只是王强，黄天放也站出来帮腔，毕竟他手底下的嫡系人数最少。老黄说道：“我看大家也得互相理解一下，张毅也有他的难处，大家差不多就得了，别逼人太甚。”为了获得张毅的好感，黄天放冲张毅拍了拍自己的胸脯：“张毅，我先表个态，我同意你的提议。”王强紧跟着说道：“俺也一样。”张玉年依旧眉头紧皱，做出思索的模样，但头一回经历这种场面的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总之，装深沉就完事了。5人当中，只有李健和陈林玉有些头脑，可陈林玉由于特殊情况，智商锐减，只剩下李健一个人根本独木难支，几个人乱成一团，自己内部反倒是掀出了矛盾。张毅坐在窗户旁边，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们，顺带用眼角的余光观察楼下的反应。忽然，他的眉头微微一皱，发现了情况不对。刚刚被他一颗手雷吓得四散奔逃的一群人，突然开始一伙一伙的集结，然后悄悄朝25楼逼近。张毅的嘴角微微勾起，这些人趁着谈判的时候突然发起进攻，这种情况也在张毅的预料之内。毕竟整个25楼最强悍的战斗力就是张毅，甚至可以说99%以上的战斗力来源于张毅手中的武器。现在张毅在楼上被谈判拖住，其他人趁机偷袭抢攻，然后一举拿下25楼，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策略。只可惜张毅也不傻，1000多人在大楼外面，他会丝毫没有戒备吗？看着那些蠢蠢欲动的人，张毅对面前的5个楼长开口说道：“你们是不是安排了人，趁我们谈判的时候过来偷袭？”几人闻言脸上满是茫然。王强不以为然地笑道：“你说什么呢？我们都在这里，然后还让人过来偷袭，那不是拿我们自己的命闹着玩吗？”张毅淡淡一笑：“我觉得也是，不过那样的话，你们回去之后就得好好查查了。这些人大概率不是眼前5人提前安排好的，毕竟他们知道张毅手里有枪，可以轻易的把他们全干掉。那么只有2种解释，要么其他楼长选择抛弃他们，用他们作为诱饵转移张毅的注意力，然后对25楼进行突袭；要么就是他们自己的手下想要夺权，不顾他们的死活发起进攻。”李健第一时间明白过来，他脸色一白，一下子站了起来。他们开始进攻了。王强、黄天放、陈林玉和张玉年闻声色变，这群该死的东西，谁让他们这么做的？张毅的脸上依旧带着冷淡的笑容，他忽然伸手从脚底下拿起了那把漆黑的大狙，全都给我坐下！张毅一声大喝，然后把手中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面前的5个人。尤大叔也是立刻带人冲进来，封堵住了他们所有的道路。5个人见到那把大狙，已经吓得魂不附体。张毅，真不是我们干的，你别开枪，千万别！王强急得脑门冒汗，而陈林玉彻底架不住了，直接瘫坐在地上，裤子湿得更加厉害。张毅也不理睬他们，转过身去，把狙击枪架在了窗台上。楼下的那些人已经开始朝着25楼的临时正门聚集，发动冲击只是一瞬间的事情。张毅对准了人群中一个高大的身影，扣动了扳机。张毅一口气杀了10几个人。对了，你有玩过那种砸蝌蚪的游戏吗？春天的时候，小溪里面会有许多蝌蚪，成群结队的在溪水里游荡。你丢一个石头进去，蝌蚪群哗的一下就散开了，非常的有意思。张毅杀人的时候，感觉和砸蝌蚪差不多。看到扎堆的人群，就挑里面显眼的点杀，然后其他人也被吓破了胆子，仓皇逃命。还活着的那些居民们，都是眼睁睁看着旁边的人死掉，他们的身上还沾着旁人的血液与脑浆。这种威慑力无疑是巨大的，让他们短时间内再也没有抵抗的勇气。张毅看到他们被吓破了胆子，
这才缓缓地收起了自己的狙击枪。然后他转过身来，重新面对着目瞪口呆的5人，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：“你们考虑清楚了吗？”王强咕嘟一声，艰难地吞下一口唾沫，然后举起手说道：“我同意你提出的这2个条件。”黄天放也说道：“我也没有意见。”随即是张玉年和陈玲玉2人什么都没有说，估计是不知道怎么发生了，只能举起手表示同意。李健看到其他4人都已经妥协，苦涩地举起了右手：“我也同意。”张毅嘴角微微勾起：“那好，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劳动，然后明天下午我会通知你们过来领取物资。另外，一定要好好干哦，我会盯着你们的，别跟我耍心眼。”几个人纷纷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张毅冲他们挥了挥手：“你们回去吧。”李健垂头丧气的率先离开了谈判室，紧接着是张玉年。陈玲玉走路的姿势有些奇怪，2腿紧紧的夹住，似乎生怕什么东西流出来一样。王强和黄天放却磨磨蹭蹭的，没有着急离开。张毅，你那包烟能不能给我？毕竟咱们现在已经是同伴了呀。王强指着张毅手里的烟，眼睛里充满了渴望。黄天放急了，生怕被王强吃了独食。王强，你可别想独吞。他转过头来，对张毅露出了讨好的笑容。张毅，我也好久没有烟抽了，你能不能把它给我？张毅瞥了他们一眼，拿起那半包烟就丢到了地上，你们自己拿去分吧。2个人如同恶狗扑食一样，同时扑到了地上。2个大男人为了半包利群，竟然毫不顾形象的在地上扭打了起来。王强，你个小兔崽子，敢跟你大爷我抢！黄老头，你别找死，赶紧给我撒手，拿来吧你！最后烟盒都被2个人给扯烂了，2人一人抢了几根，怒目试着离开了谈判楼。25楼的危机暂时解除了，张毅把狙击枪收了起来，坐在椅子上，表情无比的淡然。因为今天这样的结果显然不是最理想的，他原本期望能在今天一举把其他29栋楼的楼主全部杀光，不过那毕竟是理想状态下，而现在这种情况也不错，表面上与他们达成合作，然后让他们自相残杀，最后再找合适的机会下手。张毅并不着急，因为物资充足，生活环境优越的他永远站在时间的制高点上。5名楼长离开之后，25楼的人心里面都松了一口气，然后赶紧过来询问张毅会议的结果。张毅告诉他们，在我的武力威慑下，他们妥协了，以后需要为他们提供300人份的食物来换取和平，而且所有人都需要参与到劳动当中去，将来开发土地，进行农业种植，坚持可持续发展套路。一群邻居们听得目瞪口呆，300人份的食物，这能做到吗？而且把食物都给了他们，我们可怎么办啊？所有人都不理解张毅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条件，毕竟张毅在做决定的时候也压根就没有和他们商量过。张毅不急不缓地解释道：“不达成这个协议，你们想怎么办？真的要和整个小区上千号人打？”他冷笑了一声说道：“我是无所谓，他们人数再多我也不怕，可是你们顶得住吗？”一群邻居面面相觑，都没有脸再说话了。整个25楼的武力值有99%都在张毅一个人的身上。张毅有强大的火力和几乎无法攻破的堡垒，人家要是一走了之，不管他们的话，照样能够活得很好。可是他们怎么办？还不是要被盛怒的小区业主们给杀死，做成烤串？张毅淡淡的说道：“你们也不用太担心，我会尽量去寻找食物的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让你们饿死。”邻居们抬起头，眼睛的光芒是感动，不敢相信，泪花都在闪烁。张毅，一个女人哽咽了，你真的是……我哭了。张毅，你这是要把整个25楼的压力扛在一个人的身上。张毅，我们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是一个值得我们尊敬的领袖。邻居们泪眼汪汪，感动无比。搜寻食物的压力可全都在张毅一个人的身上。张毅轻叹了一口气，语气变得柔和了一些。他目光缓缓扫过众人，语气凝重而又深沉：“大家别哭了，我知道过去你们对我有一些看法，觉得我是个坏人，但是无论你们怎么看我，我都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活下去，不只是我张毅，而是大家每一个人。”姜磊抹着眼泪，大声说道：“张大哥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们一定会记住你的恩情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其他邻居也是纷纷点头，小声的议论着。其实仔细想想，张毅虽然杀了70-80人，但他杀的人都是该死的，他可没有主动去攻击过那些人啊。张毅只是自保，他对我们其实很不错，或许过去我们都误会他了，他真是个好人啊。反正从今以后，我会全力支持张毅，维护他的所有决定。张毅的恩情一辈子也还不完。